你是否正准备到清迈旅行呢？那你来的日子有碰到周末吗？有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因为我超想要推荐你周末早上有很多的市集能逛。如果没有，也别急着关掉这部影片。影片后半段要介绍的限定市集是不限于周末，或许有机会你来的时候会碰上也说不定。那如果没碰上也没关系，我相信你以后还会再来清迈，所以不妨先把这部影片看完，先收藏起来再说。今天影片有点长，但是想要了解清迈有哪些市集，绝对不能错过这部影片，几乎把冷门、热门的都介绍了，可以把影片收藏起来慢慢看完。下次来清迈前，也可以挖出来复习复习，来清迈血拼大逛一番。对于第一次来清迈的人，我想我会跟你说，如果你还没排好来的日期，我建议你可以安排有含周末2天。和推荐第一次去曼谷的人一样，我都会这么说，因为在泰国这2个地方都会有一些周末白天才有的市集。虽然泰国天气很热，会边逛边流汗，但大部分市集都好逛又有得吃。如果能跟3、5好友一起来逛，想必能留下满满的美好回忆。泰国呢，可以说是文创设计最佳培育宝地，各种市集逛都逛不完。而在清迈的周末，从星期六一大早就有各种市集轮番在清迈古城周边等着游客们到访。这部影片会先跟大家介绍每个周末都有的白天市集，后半段会介绍一些限定的市集，例如清迈农学院市集是每个月第1周，且待周4、周5才算的那周，在白天会有市集能逛，以及年底设计周所搭配的限定市集。虽然是2023年年底去的，但我有往前查，2022年也有举办过，推估应该每年年底都会有清迈设计周，届时会有一些限定市集，所以如果你是有打算年底前往清迈，很有机会能碰上清迈设计周的市集哦。旅宿市集虽然小，但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清迈市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来逛的市集。第一次来的时候，疫情算是结束了快满1年，但清迈游客还没恢复，所以当时摊位也很少。但因为人少，我觉得逛起来很舒服。我算是没做什么功课就出门来逛这个市集。在我来的司机大姐还推荐我里面有一间餐厅能吃，我也是直到吃完 Google 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米其林餐厅啊。但可能我点的品项刚好不是好吃的那几样，我吃下来不会推荐一定要来吃。环境就很泰国，就算是室内座位也有大只蚂蚁会在桌子爬，要时时留一点的饮料。但因为见识过一些度假村用餐区会有一大堆苍蝇，泰国人都还是泰然自若的吃早餐后，就真正习惯了吃餐点时会有蚂蚁啊或苍蝇作伴。这间除了餐点普通，环境倒是很清幽，中间有个湖泊，整个庭园设计的令人喜欢。虽然我不太推荐餐点，但我喜欢整个餐厅的环境。有时间的话，也能逛旅宿市集，顺便进来喝杯咖啡，逛逛园子。
我第一次来榆树市集的时候，时间抓得很紧，吃完午餐很多摊位都收了，所以我第二次来就特别算好时间，早一点来逛。但虽然已经很早了，逛着逛着看到有一间现做餐点，看了菜单图片，有很想吃的台北传统早餐，开格拉塔铁板煎蛋，就跟老板娘点，结果卖完了。还好没有到很饿，就先逛完再说。第二次来榆树市集，摊位多了更多，也有一些改变。我逛了很久，看到一摊手做布包，用的布料花色是我喜欢的花朵图案，又是束口袋设计，容量又刚好可以装我的一大堆东西。挑了一下就马上买了，很怕逛完一圈回来就被买走。之前在稍後要介紹的椰林市集就發生這種慘烈的情況。Hello, how much is it? 290. 290. Okay. You can use two style like this if you don't. เอาคนนี้ค่ะได้ค่ะ150 Okay. 在榆树市集有一个地方可以自己动手磨自己的咖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咖啡大叔就很热情，所以二访榆树时我又去拜访。咖啡大叔依旧热情地帮我摆一大堆道具让我拍。我很推荐有来榆树市集可以来这摊喝咖啡哦，价钱随喜。bốtปกตินะถ้ามาทอดนี้ก็เขย่า来清迈的第一个周末，原本是打算榆树逛完，接着逛椰林市集，结果刚好在我的司机大姐在知道我打算去，跟我说椰林市集前阵子被冰雹砸烂还没好，要我下周再去。我后来大约隔了2周后才去，逛的时候还凑巧的在清迈第3次遇到司机大姐，跟她真的超有缘。后来机场接送我都会提前用 LINE 联络她。这个市集我对它的评价就是完美市集，很好拍照，但逛与吃就非常普通，不用抱有太大期望。如果心中没有一颗想拍美照的心，那你来逛这边肯定会觉得有点无聊。这个市集没有很大，拍照的区域需要小心行走，千万不要顾着拍美照，脚滑掉到水里。这边的光影蛮美的，只是拍照可能需要避开背景的人们，因为蛮好拍照的，许多游客会来这边拍照。
市集算是一个小巧可爱的市集，对于我来说，我算是会推荐的。但前提是大部分的市集都逛过了再来。这边真的很小，主要就是来这边买面包吃。逛的摊位也不多，没什么能逛的。加上抱着来吃早餐的心情，所以看了几个摊位就去买咖啡配面包了。对了，想要挑比较多面包、甜点，一定要早点来。我是8点多到的，能挑的品项就已經好少了。ตัวนี้จะแป้งจะเบาๆนิดหน่อยตัวนี้เนี่ยจะแน่น นี่264ครับ ใช่แล้วตัวนี้จะเป็นแป้งดรายแป้งสีน้ำตาลค่ะแล้วก็เราทำเป็นคาว Hey here มันจะมีรสชาติเปรี้ยวใช่ค่ะเป็นซาวาโดวอล ขอบคุณค่ะ เราไม่ทำเป็นแป้งดรายได้ค่ะแล้วก็รสชาติเปรี้ยวแต่ว่าดูได้เลยจ้า面包市集小虽小，这边会让我喜欢的点就是会有人演奏轻松的吉他音乐，细品一口咖啡，再吃上一口刚买的面包甜点，切切实实的实践台北人的撒拜撒拜。在清迈，我学到了撒拜撒拜的另一个意思，之前只知道撒拜是舒服，撒拜撒拜与摘烟烟的意思一样，都有慢慢来的意思。可能我常常动作表现得很急，而我的心也时常会着急想完成当下的事。在清迈的这段时间，一直有被当地人，甚至是看起来住很久的欧美人士对我说“撒拜撒拜”，我才意会到自己好像真的都太着急。所以，如果你们会到这个面包市集，我衷心希望你们也能带着一颗撒拜撒拜的心，在这里度过一个缓慢悠闲的早晨时光，慢下来观察这边的人们，也是另一种旅途中的风景哦。前面影片中在语数市集有提到的台北传统早餐开格拉塔，我在某次去逛跳蚤市集前，我先跑去清迈古城内的开格拉塔雷罗斯，先吃了这个早餐，才来逛跳蚤市集。如果是星期六来逛这个市集，我很推荐先去面包市集，再来这个跳蚤市集，接着去椰林市集。可以看到地图大概位置从西边往东边移动，这样的路线我觉得算是很顺的。我逛跳蚤市集的这天，因为已经去过面包市集，当时短期内没有想再去二访，所以是先在古城吃早餐，再来跳蚤市集，紧接着去椰林市集拍一下照，接着又跑去逛真心市集、设计展、咖啡市集、Pop Market。年底的清迈真的可以说是各种市集能逛啊，而跳蚤市集我会大力推荐喜欢从古物、旧物挖宝的人来逛，因为这边的东西不是那种已经被万中挑一筛选过的复古旧物店，这边更多的是最原始、淳朴的旧物件，所以有些看起来就是坏的东西。当然也有比较用心整理的摊位可以逛，东西都非常吸引人的目光。真心市集，我想不用我多加介绍，大部分来清迈玩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市集。我之前有一部影片有介绍真心市集的另外2个傍晚才有的限定市集，有兴趣可以看完这部影片继续去收看哦。
一般第一次来清迈旅游的人，一定会安排来逛这个市集。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虽然这是一个平淡两极的市集，喜欢的很喜欢，觉得很普通的也大有人在。但如果你想逛街买东西，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市集。除了可以逛大人的东西，也有好多可爱的童装能买。在继续观看接下来的影片前，我想先感谢各位观众已经持续观看影片支持。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Lily's on Route 这个频道，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支持。我将不定期制作类似这样的旅游生活影片，内容中将分享我在旅途看到、体验到的故事。期待你能一同加入我的旅程，享受更多有趣的故事哦。这个限定市集我第一次来扑空，没有搞清楚日期。每月的第一周四五早上到傍晚会有，但我来的时候第一周只有带周五，也就是当周的周四是上一个月。好哦，我又扑空了，但想想都来了，那就先去逛逛旁边农学院小商店吧。我有在这边看到我在拜县住的 Yoma Hotel 早餐有吃到的椰子糕点，也有卖我爱吃的猪皮零食，就随手买一包。下周再来逛清迈大学农学院市集咯。这边有一区卖盆栽，另一区卖吃食，一样有猪皮零食，我真的超爱，每周1到2包，所以又随手买了1包。在这边买到好喝的酪梨，觉得跟台湾的酪梨牛奶喝起来不太一样，但也说不上是哪边不同。这个摊位在其他市集也有看到，可以认一下外观。我在真心市集有看到过。ฉันจะเอาอันนี้ avocado strawberry smoothie หน่อย yeah หน่อย I want to be daring, baby, dance the night away. I let my hair down to find one. Don't you just get tired chasing fame and being pretty all the time? Doesn't sound like fun. You can do better. Let me show you what a good time looks like. You can do better. You can do better. Let me show you what a good time looks like. You can do better. I dare you to be wilder. กล่องกี่บาท 我来这个市集是跟逛跳蚤市集同一日，从早到晚一直换地点逛，中间还去看了小小设计展，真的是累到只想赶紧坐下来喝咖啡放松。所以看完展览就骑车直奔位于河岸的咖啡市集。平时这边好像就会有不定时有咖啡市集。摊位不多，但对于犹豫不决的我来说，来回逛了好久才随意选了一间买杯咖啡，坐到表演区最前方的躺椅。很喜欢这个咖啡市集，可以边喝咖啡边听音乐。如果你来清迈时，可以查查这区有没有刚好又举办咖啡市集哦。在
เธอรอฉันได้ใช่ไหม清迈设计周里面的所有市集，这个算是我最喜欢的。在古城内，靠近山王纪念碑，所以交通非常方便。每个摊位的设计都很有巧思。我还看到我在 TCDC 看展时一个很喜欢的设计。当时刚学会认大部分的泰文字母，在 TCDC 设计展时看到只有概念商品的 DM， 没有展出实体。牙刷的设计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在摊位上先看到字母贴纸，就马上抓到我的注意。看了一下摊位的东西，我跟设计师说我刚学会泰文字母，所以觉得他设计的很有意思。问他那个牙刷有卖吗？可惜没有。真的蛮喜欢这个 Pop Market， 有几摊自己设计产品的摊位都很棒。逛了几摊有贩卖小贴纸，还买了几张贴行李箱。Pop Market 夜晚也很热闹，有的逛又有的吃，大部分摊位也是平常逛不到的。เรา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ช่วยเหลือโลกได้ให้นำขยะกลับมารีไซเคิลหรืออัพไซเคิลได้ใหม่เหมือนกับงานนี้ค่ะNet Market 我会称之为爵士音乐为主角的市集。市集位于尼曼1号旁边的小巷子，举办的前几天巷子就全面清空封街，转眼间狭小的巷子化身为晚上依旧热闹的设计市集，两旁都有摊位能逛。最喜欢的是晚上还能买到本店离这边有点距离的咖啡小摊车 Street Coffee Crew。第一次来的时候扑空，太想喝了，还特地等了好久，可惜没喝到。第二次来就顺利买到了，接连几天来这里有看到都会来买。当初会知道这间是看了李教授和老李的频道有介绍过。สวัสดีค่ะวาลาคาเฟ่ลาเต้拿水。因为没有时间去比较远的本店，刚好在 Net Market 看到，就特别想喝。加上旁边有摆上座位，可以在这边放空看来往逛街的人们，或者买一杯走去舞台那边，喝着咖啡听着爵士音乐表演，度过一个悠闲的夜晚。Alto。ด้วยนะคะอย่างแน่นอนค่ะสำหรับโซนอาหารนะคะขอ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แต่งโซนได้เลยอยู่บริเวณด้านนะคะ เ
全部的市集，我最喜欢语数与真心市集。原本对真心市集抱的期望不大，主要是没有想要买什么，加上大家对真心市集的评价蛮两极的，很多人觉得无聊，所以想说可能还好。结果我逛了很多次，我还是蛮喜欢真心市集的。如果只能挑2个推荐，我会推荐这2个。但是也是有人觉得语数市集很无聊，所以个人喜爱仅供参考咯。如果想要一网打尽，建议安排来清迈的时间一定要含星期六。星期六一大早就先去面包市集，再去跳蚤市集，接着去椰林市集，然后再去真心市集。我会建议语数市集放在隔天去，不要放在同一天，不然会逛得很赶。至于影片后半段介绍的限定市集，因为除了农学院外，其他都是设计周才有的。如果你是年底打算来清迈，可以看看时间有没有搭上设计周哦。真心市集我有另外一个影片详细介绍，有兴趣可以继续收看另一部影片。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Just a bit of sugar to that heart.